Xbox 水族馆，觉得快要炸啊，被小孩搞得要炸掉。那现在是用玩具遮着的小女儿呢，在高铁上给我又哭又闹。刚刚真没有做到她的需求，一开始不知道她要喝水，因为我们10月份是要去东京，就是我们去10月份东京的前哨站，到底能不能带得了双宝啊？然后呢，能够1日的行程啊，完全都没有问题跟 pass。可以出一个，来，再吃一个，再吃一个。Hello， 这是瑞奇与安妮的频道，久违的安妮出现了，耶！对，我们今天呢亲子日的家庭旅游，因为我们10月份是要去东京，就是我们去10月份东京的前哨站，到底能不能带得了双宝啊？然后呢，能够1日的行程啊，完全都没有问题跟 pass。那大家都有看到我们现在高铁上面嘛？因为我们今天早上行程是9点多就要到 X Park 这边去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是先从南港坐高铁过去。有没有觉得住南港很开心？就是可以坐高铁直接去，就不用坐机捷那边噗那边过去。然后整车空车。对，因为从南港上车嘛，有好处就是因为我们从南港上车的话呢，基本上自由座都是空的，所以基本上我跟我老婆现在啊，如果从南港上车，基本上都是买自由座居多，这就是从第一站出发的好处。那其实呢，我们有帮他们在前面的地方准备了平板，可是这个平板呢，现在我的大女儿在玩我的手机啊，所以她就没有管这个事情。那老婆，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最后做一个结尾？没什么，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昨天不是有人说什么？哎，这么早，你知道吗？还要准备这辆车很麻烦，什么之类的。我不知道，没办法，我老公就属于那种就是要早起，对不对？早睡早起，身体好的类型。真的，我们就是要这么健康啊！我想说，就把他们当做是平常脱音的时间，然后呢把它挖出来就对了，对不对？时间上是差不多。对了，最后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次的记录是用Pocket 3，因为很久没用 Pocket 3来做这个 vlog 记录了，所以我想说，趁它这次的韧体的更新跟升级的时候，可以来用 Pocket 3，然后好好记录一下。那我们的麦克是用 DJI Mic Mini， 先这样咯，那我们看下去吧 ，Go。用那个标准那个感觉。今天早上去水族馆，你觉得怎么样 ？Xbox 水族馆，觉得快要炸啊，被小孩搞得要炸掉。不过我觉得它那个巨型的中间那个啊，其实还不错，因为它里面的那些红鱼啊，还有什么之类的，我觉得看起来还不错很大的水族馆。然后它不是有那个表演嘛？就谁知道咱们的大女儿呢，表演完之后呢就不爽，就一直要看手机，这样都不认真开始看水母啊，还有其他东西。你不觉得水母其实很可爱吗？我觉得以北区就是双北地区有一个比较近的水族馆，我是觉得还可以，还蛮适合小孩子来。其实它整个逛不会逛太久，但1个小时左右是走得完的。如果你认真把它看的话，1个小时多左右是差不多走得完的。不过你要跟我讲 CP 值的话，我其实不觉得很高所以你觉得像海参馆那个比较高？海参馆的 CP 值比较高，看到的也比较多啊，馆内也比较大呀。对啊，可是相对的你就会觉得，你看这边就会觉得范围小，看到鱼的种类可能也比较少，可是他收的票钱就又比较贵，那你是不是就会觉得 CP 值没有很高？可是你去海参馆要花4、5个小时要花4到5个小时过去一趟，要到屏东，到屏东之后呢，然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。那是因为我们住在北部，好不好？
如果我们不是住在台北的话，应该会觉得哇，海参馆超赞，对不对？每次都去海参馆这样。Swiss Park 就是一个比较小，然后我觉得东西还算是有啦。对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今天中午用餐地方叫做个 Cozy Market， 你觉得整个的料理吃起来觉得怎么样？还合你胃口吗？还可以啊，还可以啦。我觉得整个算是小型，但是比我们上次，因为都是国泰集团的嘛，我觉得我们上次在那个民生馆的那个国泰的用餐，我觉得这边的环境是比上次那个好。对，比较来说是比较好，因为空间比较宽敞嘛。那我觉得基本上菜色就是该有的都有，不管是烤的、炸的、生鱼片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，是不是觉得东西还蛮多类？这要算什么呢？小而美吗？这算很小吗？这个我觉得不算很小这算基本的该有都有。没办法，你一定有吃过香香啊。所以觉得这个不到香香的等级。不到。哦，我没吃过香香啦，我只是很好奇想说，是以老婆做一个评价为对。不过我们的小女人呢已经困戏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死亡画面。当然睡死。躺平。因为呢，她就是一个中午过后呢就一定要睡觉的女孩。那我们的大女就不一样了，大女就是精神非常好，直到最后一刻才会放弃。给大家看一下大女的画面。目前还在跟汪汪队搏斗，还有在吃他的东西跟准备他的暗黑料理，各种添加。那等会呢，我们最后的行程呢，今天大家就剩下要去看电影了。我们来会看先猜一下，没有追到我的脸，目标丢失，这样有了吧？好，这样可以。那我们来未看先猜一下，你觉得等一下看电影的时候，两只会不会睡着？肯定小的等一下就醒了吧？因为他现在你在睡觉啊，等下小的就醒了，大的不一定。而且最恐怖的是，等一下可能是妈妈抱走，像你身边有3个女人同时抱走的画面。但我觉得我们其实是蛮期待去看电影院，我们2个都没有带他们2个真的去过电影院，也没有去过亲子的电影院，所以其实我们本来就想这样做，只是不知道说他们能不能耐得住，因为里面的光线啊各方面东西都会不太一样，所以他们是不是能够看电影的时候能够耐得住性子去看，我觉得有好奇跟有趣。反正我自己是蛮期待的，因为我们2个本来就有计划说要带他们去看电影，但是刚好因为这一次家庭日的一个活动，所以我们就刚好就真的来到桃园这边的星光影城，然后来看他们的我们这次看什么？哆啦 A 梦。那你要不要跟我讲，到底是他只给了我们2张座位，但是我们有4个人，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这个座位要怎么坐吗？他不是说第5到第7都我们的吗？可是就是看你那时候我好像只看到你拿了2张票没关系，我们到时候继续看看，好不好？他那个是那种沙发的那种，所以我不确定。自追椅。对，反正待会进去就知道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这个地方我没有看过亲子的，是真的。对，那我们就期待等一下看电影的情况吧。OK。Hello， 我们终于把小叮当给看完啦。刚刚发生了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呢，我的大女儿觉得非常的好玩，在里面一直在笑，对吧？对啊。我看她笑得很开心，一直笑，笑一笑就睡着了。大女儿就是那种盯到最后一刻才去睡觉的这样。就没有电了，就直接就躺平。没错，就睡着。反倒是这一只在我们荧幕前这一只小女儿呢，她就很夸张，她就给我在那边，后来就看到有点没兴趣，然后开始坐不住，然后一下是要吃爆米花，一下要走动，一下要干嘛之类的。害那个整场的人啊，我都觉得很尴尬。万一我们不是保持活动的话，一定会挡到后面，会被后面的掉。那你觉得整体来说，那个小叮当好不好看？我觉得还不错这一次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还不错，因为有吓到我。就是我觉得整体来说，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电影。因为我从来没看过小叮当剧场版，你知道吗？是。真的，我没看过小叮当剧场版。柯南好像有看过一次，可是卡通类的小叮当，我只有看过电视那个卡通而已。电视时不时都蛮爱播，好吧？真的吗？可是我真的就没有看什么剧场版的。我说电影院啊，我是没有看过。隔壁棚的播《惊奇四超人》，他们看完之后的观后感好像都很普通，好像我们挑了一部还不错的电影。对，那回来的时候呢，也是很有趣啊。像现在是用玩具遮着的小女儿呢，在高位上给我又哭又闹。刚刚真没有做到她的需求，一开始不知道她要喝水，你看她把整罐水都喝完了，吵得整节车厢人都一直不停的来观望。对啊，刚刚你没看到的，刚刚那台北站到的时候，多少人对你倾注目你啊，一直看你说到底是哪个小家伙哭成这样子，哭天抢地的。那你觉得这一次看了电影之后，你有没有觉得对这2只小朋友去看电影这件事情是有信心的？老大可以，小的可能不太行。再观察一下。对了，好啦，整体来说就是我们这次就2大2小一起出游啦。那我是瑞奇，是安妮。好，这部影片先到这边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果然旅拍还是要用一支像这种 Pocket 3会好用很多。再加上 Insta360的X5，我觉得说还蛮想要看一下画面，自动剪辑会长什么样，这件事情也是蛮期待的。知道为什么它能够稍微能够镇住它呢？给大家看一下。
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前面就是要放个平板，它才会乖乖的在这边看东西。